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给大家伙带来一个 SFC 版本的这个超时空要塞啊。好了，选择这个困难难度，然后呢直接开图。这个游戏呢，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伙玩不玩过 FC 版本的啊。FC 版本的超时空要塞呢，其实咱们就是可以变身为成那个有点像机器人那种，然后又能变成飞船的形态。一上来就是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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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是一个挺逗的一个，不能说逗啊，就是一个挺实惠的一个射击类型游戏。但是作为这个 SFC 版，可能啊，对吧？画面好了很多，但是呢，有点接近 MD 的水平了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看起来呢，就少了那个味儿了啊，对吧？就感觉少了那个味儿了。不过不要紧，什么游戏咱们都勇于尝试一下。既然是所谓的超时空要塞啊，超时空要塞，这个咱们玩起来，作为一个射击游戏的一个 IP 啊，咱们就当补档了啊，因为毕竟没有人解说过啊。这次的操作者呢是左上角这个小狐狸酱。其实这种类型射击类型游戏呢，只要你掌握好了套路，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而由于本身呢，它并不是街机游戏，街机游戏呢是为了吃币，而家用机呢基本上就是让玩家有这个游戏体验。当然呢，也是了啊，玩的是最难。你看，咱们有这个站立形态，是吧？有这个站立形态，这个就是咱们超时空要塞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玩法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玩那个 FC 版也是，啊，就第一关很好过，第二关我就过不去了，因为射击游戏并不是我狼的天赋。括弧好像我狼没什么游戏天赋啊，也就玩个音游还能好一点。然后呢，非常喜欢就是就这种姿势，站立的姿势呢，移动速度太快。然后呢，目标过大，所以说导致呢，经常容易被人打死啊，就觉得挺难的。就是一直以来呢，我都是挺喜欢那个音乐，但是就是不玩嘛，太难了啊！你说你玩的过程当中那么难，你说谁玩是不是啊？好 ，SFC 比 MD 要好是吗？其实我感觉就是两个差不多吧，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它俩的质感差不多。相反，你要是让我觉得的话，你像 SFC 里面，他玩的那个，甚至连那个电神魔魁啊，就电精啊，电精1 SFC 版都已经挺好的了，可以对吧？甚至它直接移植到街机上都不亏。但是你如果玩别的啊，就没法说了。这个游戏的持续时间还是蛮长的，就是它这个游戏时间啊，大家伙可能觉得是评价一个游戏的良心标准吗？我认为不是啊，家用机不是，街机是的，街机是这样的啊，家用机不是。但是只要每一关它的风格都不一样，而且呢特色不一样啊，最起码你长得不一样啊，你不像有的游戏为了强行增加游戏内容，把所有的 BOSS 在最后一关重新再登录一遍，是吧？啊，就这种感觉是吧？啊，这就比较嘚儿了啊。好的，这种子弹是属于慢性的子弹，所以说好堵激光。好，你看，哎呀，费血了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咱们现在这个子弹虽然说可以抵消，它最开始的时候是想拼一手抵消啊，有点着急了。好的，打爆之后继续吃。刚才是三激光，但是到现在整的就有点不好了啊，有点嘚儿了。这个子弹也是，其实离得越近越好。好的，我们看看啊，一手蓄力，你看召唤出一个三激光。其实我觉得站立的那个姿态更屌一些啊，毕竟是可以发那个导弹的感觉，是不是啊？就感觉那个有点像直升飞船似的啊，像那个钢铁侠召唤的那个战争机器啊，是不是？好。这里面这 S 居然加血啊！有的这个你看敌方那个怪自爆了之后，死掉之后还能爆出几个飞毛腿导弹，但是只要能被抵消掉啊，其实我觉得只要能被抵消掉还是挺嘚儿的啊，兄弟们啊！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套路去抵消的。明显看出来是 BOSS， 你看第一关啊。就将近5分钟时间，你想想啊，这作为一个射击类型游戏，好的，看这个游戏的帧数和质感不错，但是子弹能被抵消，这是第一种攻击形态。
用激光毕竟按理说是有穿透效果。好，召唤铁片儿。长大我要当太空人。好。好，不行了，还是费血了，我靠！变换形态，还好是召唤个东西帮打啊，你也懂的，你要不然你说，好，你看，他还能帮着打上面的那个，对吧？那个他那个手臂，但这个 BOSS 没有血量显示啊，就感觉到比较乏力了。好，直接打爆。打爆的时候居然是一个歘一个抽象的这种感觉啊。好，第一关 clear。哎，这个小妹儿啊，这个小妹儿长得劲儿劲儿的啊。好，这哥们儿他妈的无限跟着咱们飞呀！啊，这也太赖了啊！有个小老弟儿。一直跟着飞，不，宇宙巡航机其实是个神级的 FC 版射击游戏，它肯定比超时空要塞要牛逼的啊，兄弟们！好，这换了，这变成往反着打的了啊，兄弟们！这往反着打是狠啊，但是为什么他的子弹能被我的抵消掉？我靠！有点赖了啊，这个哈，对吧？你这就有点赖了，我操！你看，有个小弟是多么的重要啊！这个小弟是往反方向打，你说赖不赖啊？就是扛了一个火箭炮的路子。它这一变换形态就会有一个什么 Night Power 什么意思的？我操，这一道雷，哎，这个质感它确实不错啊。小的时候觉得游戏画面很重要，你看，真的啊，这真的不错，这个。一顿轰。哎，你这个小弟儿，这小老弟儿是能解决你不少的问题，就跟赌神带个龙骨似的啊，而且还是无敌的。其实就跟这不一样吗？你看，好，加速，有目标他才会打，这有点像，你看，这有点哇，又被挨揍了，这有点像生物了一样，感觉睁眼睛。我说这个子弹像不像魂斗罗里面的散弹啊？那个变换形态，这游戏想打无伤挺难啊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想打无伤真挺难的。好 ，power 必须吃满的话是吃到3个，而且离目标越近，它的这个应该说离右边的板边越近，它的射速越快啊，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宇宙巡航机5啊，没有啊，我现在一般都是宇宙巡航机1、2、3，还有什么各种，再加上沙罗曼蛇就外传嘛，对吧？很少有了。这游戏看出来打小兵是可以套路的，打小 boss 都有一定的难度，打最后的大 boss 也有难度的。但是由于这个飞机它是有血格的啊，所以说你有血就无所谓，你不是一下被秒那种。如果你一下被秒，对吧？那它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游戏它的玩法是，首先你要了解，就是你召唤这个小弟是真的是尤为重要啊，对吧？这个套路就很重要。好，一个正方向小老弟，一个反方向小老弟。好了，这是激光的射击基地。这个音乐还挺好吧，虽然说谈不上多经典啊，其实有的时候有的音乐好听啊，它就是说，它
得立足于这个游戏界里面，得有一定的这个关注度和地位。有的时候，有的游戏可能它游戏不好玩，但它音乐好听，把这个游戏带火了；有的是这个游戏好玩，音乐不好听，但是呢，因为你一听到这个游戏就想到啊，对吧？就不一样。斑鸠，我好像真听过，但是我没有印象了啊，真没有印象了。好，来看看这关的 BOSS。这个人这神龟子打不死，这是帮咱的啊，这是。但是最狠的是他发射的子弹居然能被抵消掉的感觉啊，抵消不掉。好，来看看这关的 BOSS， 这是一个螺旋升天的机器。又费血了，刚才你看啊，一费血的话，咱们的那个攻击手段就是掉一个 P， 再费的话就掉成一个。好，只剩一个了。我操，他底下那个激光很恶心，咱走的话得拉前。你看他是有2个拐弯，然后去躲，但他一会儿会给你一个 power 啊，所以说还好，但是血量现在不太够了，只能跟他硬拼。其实啊，就玩的太着急了，他应该归着玩啊，他应该归着玩。来看看下一次要招什么小弟，这点血他可能是为了速通啊。主要是为了速通，如果归的话呢，就慢慢打，因为它那个底下那个激光是最讨厌的，它会折射2次，然后你只要跟着走就行。它为了保证自己的输出环境，所以说是生拼了，因为它毕竟还是要给这个 P 的嘛。好，还是这个小老弟儿。有难度啊！你看啊，这个主要是这些怪啊，还有子弹特别快。然后补给品呢，对于伤害来讲，除了咱们变换形态之外，比如说现在就直接吃2个 P， 让自己变成3道激光。怒手领风经常说啊，这个但是怒手领风不好讲，包括之前也说过那什么超长空少年，对吧？他那个叫什么半地狱啊，是啥呀？我不知道啊。那都是弹幕类型游戏，包括东方系列。好的，这又挨揍了。主要是这个游戏它不是反应速度，就是你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移动速度太快了，对吧？你移动速度太快了，以导致呢你躲子弹的时候，它不是躲不开，是你太快了，你躲开这个，结果撞到另外的子弹上了，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好，该吃血吃血，这里面这 S 是血 ，P 的话就是 power， 那还是攻击力的这个路子啊。飞机游戏是我认为对于新手最不好的，对吧？对于新手最不好的游戏之一了。其次是格斗啊，其次是格斗。至少你玩格斗，咱们就说我玩格斗就对吧？我最起码我打电脑我才能打吧，对吧？你这个飞机类型游戏，哎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？飞机类型的游戏当中也有对抗类的。我记得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？那游戏就是可以对打的啊，你可以对打的，而且你闯关也是你跟右边的电脑去打。那游戏叫啥？我以前记得特别清楚，我还挺会玩的。那个游戏就是你就有点像那个 QQ 平台里面那什么俄罗斯方块啊，或者啥泡泡龙，你的这个操作好了，可以给对方造成困扰。那叫啥来着？忘了啊。有点像，就是特别萌系啊，就是给小姑娘玩的。看似是给小姑娘玩，其实挺难啊。我现在能找，对，有萝卜那个，我看看啊，射击类型游戏，梦幻小妖精，对，梦幻，你听这个名字感觉挺嘚儿的啊，你听名字感觉挺嘚儿的，但我告诉你，那个游戏真的挺难，而且也还好玩。但是呢，毕竟吧，其实我觉得吧，它设计成给女的玩的游戏，它失败了，真的啊，太失败了。好，这是小 boss， 每一关都有一个小 boss 加这个大 boss， 是这么一个路子啊。我感觉召唤这个能往回打的这小子是真的好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 boss 啊，因为他无敌嘛。boss 的话一般都在咱们的对立面，要不咱们正常去打 boss， 然后也能跟他输出。
如果 BOSS 跑到自己的身后，咱们不能朝后开枪啊，当然就得靠他了，对吧？就得靠他了。其实咱们虽然说不能朝后开枪，你会发现咱们的激光，上面的激光和下面的激光都可以跟自己的身体平行，可以造成伤害。你看，就相当于你只要跟他并行，就可以对他造成伤害，但是还是难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对吧？尤其是你要挨揍了的话，你这个激光变成2条，再挨揍的话就变成1条了，对不对？召唤的这个小 NPC 还是非常尽责的啊，对吧？没有目标他就不开炮，有目标他就开。你别看他伤害怎么样啊，主要是保证稳定输出。轻小兵也有管用，而且可以帮忙抵消一定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敌方的炮弹。小音乐整的还挺有意境啊。战国之刃2难，战国之刃2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1B2周目啊，只有一个人打了1B2周目，就是 C 神，但是1命2周目，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啊，就是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。玩飞机游戏玩的很多游戏都玩的挺好的，那小林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挑战，因为横版的射击游戏跟竖版的又不太一样啊，就这个真没法解释。好，来看，我操，这是麒麟机械兽吗？不是，这是鸡兽吗？这看起来到底是啥呀？啊！好，直接注水，大哥，我这飞船在水里，这怎么的？挨揍的是挺惨啊，感觉攻击力少了，不过他会给一定的补给。你像有的 BOSS 会给咱们补那个屁，完了就剩1条了。这水里这小子挺恶心啊，这是吧？啊，又费血了，要归了，这没办法要归了啊。所以说，正所谓欲速则不达，想要打无伤难归难，但是对吧？不至于说这么难啊。没有血了之后，他实在是不敢那么输出了，确实不敢了啊。好，第3关 clear。我感觉最狠的是这个啊，这个音效啊，就是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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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对吧？这。好，这应该一上来先是一个障碍的关卡，障碍关卡，像跑酷关卡的感觉似的啊。这个是有套路的啊，可能是需要一定的背板啊，需要一定的背板。啊，好，慢慢卡位，后面那个对咱们造成的困扰还不是特别严重啊。基本上这种速度非常快，让你过图，有点像那个忍者蛙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其实，在那个沙罗曼蛇最后那一块也有这样的设定啊，只不过这个更丰富一点，难度肯定也是更加增加了啊，套路也不是那么好使了。好了，这是补血。除了补血之外，还会给你补那个补你的这个伤害啊，但是意义不大。好，这是小 boss， 跟他生拼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里费血虽然说降你的攻击力，但是它补给你攻击力的这个补给确实给的很多。你看后面那个小哥多勤奋，一炮一炮的啊，就有点像合金弹头里面那个会发哈斗克那个气功那个老头，对吧？
啊，这也打爆了。这莫非这就是第4关的关卡？那就是一个奖励关啊！啊，第4关就这么简单就过了啊！还以为是个高手啊！好哇，这个高科技，你看，这是超时空基地啊！这应该是一个，你说是戴森球应该不是，但是有点像太空基地那种感觉啊！你看。还有什么商店呀、大屏幕什么的，就干到太空城市里了啊！传说中的千星之城，对吧？这个妹子一定要整个妹子啊！当当当当，好，这是卡到前面，移动速度一定不要太快啊！你先骗这帮人出攻击，慢慢移动。你走得快不代表你猛，走得快有的时候它那个射击轨道你就掌控不了了。好，扔的是这个胶囊炸弹。挺恶心啊！你看上方那个，对吧？那个电，激光这个话是不能被抵消的，所以说正常打。好的，这啥呀？七绝玄鹰剑，这是给自己绕了一圈这种东西啊。你看上方那个红的，打完给对啊，肯定给东西啊。落地变到城市里了啊！这哥们挺扛干啊，是个精英怪。来，这关的 BOSS， 这怎么？哇，开始这是全息投影吗？这个音乐太出戏了吧，兄弟，唱演唱会啊！这个不是啊，不是最后一关啊，但是我就说，这关是开始美女给你唱演唱会的感觉。这你这瓜保熟吗？我开水果摊的，能卖你生瓜蛋子。我问你这瓜保熟吗？你故意找茬是吧？好，这还是刚才那个小子，刚才那打跑了没打死啊，继续干。哎呦！好，小 boss。好，来刷怪啊！这个怪不刷啊，真的很难受。就这个美女肯定是有说法的啊。这是个大锅盖，绿帽子，哎，这里面还是有分数啊，这肯定也有打分的玩法，但是意义不大。飞机类型游戏打分吧，有的时候我见过最牛逼的一个打分的就是吃那个游戏，应该也是那个叫什么吧？还是个盗版的，反正就是你吃一个分，你再吃第二个，你不能漏，因为飞机游戏经常会漏嘛。连着吃就会奖励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然后直到奖励1万，每吃一个就是1万。然后你中间如果中断了的话，那废了；如果你中断了的话，那就又重新开始吃。啊，对，这叫空战之路啊，对，应该这叫空战之路。哎，飞机类型的游戏可能看的人还是少啊，像我狼能给你们做飞机类型游戏真不错了，真的。这个飞机类型游戏其实看的话还是有点看点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，看时间长了累。这有的游戏啊还是只能玩不能看，
有哎，你看这个飞船像不像那个暗黑女王？就是那个忍者8里面暗黑女王那个飞船啊。3个奇迹，第一个算不算射击类型游戏？对吧？是算射击动作类游戏，以射击为主的游戏啊。而它第2个，那就是纯是横版射击游戏。合金也是射击呀，对吧？好，生跟他拼，哎，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跟他拼啊！知道他没血了，好像这个地方不输出他也会死啊，不输出也会死，大概就这意思。唉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啊，这红色的每一个都给这个。看这关，这是个什么？这好像是个什么星球。然后呢，咱们在这个星球的吸积盘里的感觉啊，我给我的直面感觉是这样的啊，我不知道大伙儿是有没有这种感觉。但是我估计肯定不是，因为这还有大气层呢，对吧？啊。这是一个真正的航空母舰啊，爆满天花子弹那个飞机游戏，什么叫爆满天花子弹那个游戏啊？我记得小时候玩的最多的还有什么雌虎战机。威虎战机，还有什么像咱们说那个空战之路，雷龙，啊，还我小时候先玩的是雷龙，还不是雷电啊，雷龙。空牙。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《战国之路2》，那时候也会调那个刀啊，而且如果你要拿那个家用机版本，还能调出另外一个黑猫的一个女的角色，但是没啥意义。拿刀的是最厉害的。但是呢，大家伙都喜欢大波妹啊，大波妹是真的好啊，大波妹放宝，对吧？就是那个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，一个雷往那一放，咚咚咚啊，持续时间长，然后波还大。比较狠啊！噔噔，好，直接突突啊！啊哇！你说在你身后出来，你说咋整啊？真讨厌啊！在你身后出来，你只能扛着，而且他是拿啥扛？拿自己的战力形态扛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激光是3数的啊，他不想用这个激光去破。好，看看他要怎么说。这个地方哇，直接哇，这个陨石。可以直接把敌方的飞机都打掉，利用地形优势啊！一会儿咱们看看要招哪个小弟，要躲这个大陨石的。好，召唤这个啊，换小弟了，激光小弟。而且当然这个小弟只是增加攻击力用的，就是你走哪他跟着到哪啊，这个路子。也就是说呢，你想他不能帮你自动攻击，不像刚才那个随机帮你自动攻击的。这个呢，他虽然说开枪，但是呢，你走哪他往你哪打激光，这么一个路子。
啊，但凡是红色的怪都能给你爆点什么 power 之类的啊。好，感觉就真的像吸积盘啊！你说不像，我都感觉怪怪的。你看现在的这个形态受伤了，这个形态受伤了，然后只有2个激光，不过一会儿应该会给一些补给那个 P 的啊。哇，这是什么机械大茧蛹子啊？这不就是机械小蜜蜂吗？感觉就是做的这个机器，然后像生物似的啊，有金属质感，你说咋整？对不对？隐藏那个对呀，刚才有人说了，如果把血力续满的话，如果血力续满的话，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刺儿4个刺儿最猛。但是呢，你阿银的话就是上来就拿着一个刀，那一刀你就是吃满了，它也是砍，对吧？他第一时间续完力，直接砍出1刀啊，可以啪啪砍，最实惠啊！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第6关啊。作为一个 SFC 游戏，能打出6关，而且还没完啊，还得有1关，可想而知，这个游戏还是挺良心了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啊，这不黑洞吗？我操，这个它的那个转圈激光要躲一躲。但是是有规律的，并不是那个循环的啊，它是朝某一个方向。你看正上左下，哎，还不是特别难躲啊。啊，这个地形也有地图杀，挺讨厌的。玩飞机类型游戏，小的时候我就认准一个道理：美其名曰是飞机类型游戏啊，说是去打 BOSS 打小兵，其实不如说是怎么去躲子弹，对吧？想想咱们是怎么躲子弹的。啊，现在都吃满了，你看啊，333。我感觉用的频率用的最多的还是啥？还是这个飞船模式。我这个快啊！你看，不仅扛干，而且它这个雷还快，但是还是8项，好躲啊，不是那么难躲。你看，直接走了。这个地方有点像魂斗罗的感觉啊哈。啊，等着中间再过去。哎，你看，这不跟沙罗曼蛇的感觉差不多吗？看没见？有那种就是可以还能长死。其实，在那个超时空要塞也有这个桥段的，就是 FC 版的。这个地方是真的狗啊！就是如果你打了之后你不走，它还能再重新长死啊！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我说的。这得讨厌这个，像沙罗曼蛇。就是有宇宙巡航机的外传。这个声音嘟嘟嘟嘟嘟嘟。好。这底下突然有刺儿，看不见？这是个旋转小陀螺。好，不用管它啊，它还是有预警的，看不见？反应的话是能反应得出来的啊。用这个激光打它，对吧？安全稳，只需要躲上方的就行，下方那个不用躲。哎呀，好的，拼了，跟他拼了！好，给 PP、SP， 这样的话飞船是满的，一会儿再吃的话，把那个站立形态再吃成3就好了啊。
好，吃满了吧哈啊。其实该给你补给的地方还是有补给，所以说这种啊就比较好掌握啊，还是挺好掌握的。哎，感觉这个导弹越打越不好打啊！你看，热岛导弹、热岛追踪的感觉。好，这个音乐，哎，好，你看背景的那个妹子的全息投影的感觉啊，这感觉整个这个游戏就是围绕着这个妹子打的。好，生跟他拼，生拼。有小妹子，哇，直接把血补满，我靠！我说怎么可以生拼呢啊？那生拼这个确实狠啊！好，要加速了，兄弟们，对这种游戏太熟了，一会儿要加速，然后要躲，考验人的反应能力的感觉是不是？好像不是，哈哈，好像不是啊，就是为了救林明美啊！这名字起的实在是太那啥化了啊，有点中国化是不是？好啊，这个形态变了，这都异形了啊！突然变异形，该配血还是配啊？你看这有点像黑龙波那个，哎，那个叫啥来着？幻影吧，就是MD 游戏那个悠悠白书里面那个幻影，飞影啊，飞影练的那个必杀。可以掌握哈多肯，还可以控制这个啊，超梦，确实是啊，确实是。好啊，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就是最后的 BOSS 吗？这就是最后的 BOSS 吗？不给力啊，老师！老师你怎么了，老师？好，这么一看就 low 了啊！哎。还有名字写的，我们看最后啊，来，最后也是这个小狐狸酱给大家伙儿表演的。这个游戏其实感觉这一辈子能解说一次啊，至少得有说一次。说你没说过的话，是不是很可惜？对不对？小音乐还非常伤感。这个游戏感觉是它音乐做的呢是比较怎么说呢？他在给你讲述一个这种故事吧，然后呢它不是以游戏为主的感觉啊。有这种概念啊，快进吧，忍不了了啊！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忍不了了。来，把你这个什么，对吧？字幕跳一跳，没了，再见了，还以为是个高手啊。好 ，OK， 不多说了，在片尾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